周三 CPI 报告之后呢，美股所有板块几千家公司一起上涨，特别是科技板块，当天该板块上涨超过2%。虽然说美股齐涨，但最近上涨的板块和去年行业板块就不是同一批了。多数情况下，美股这11个板块是轮流交替波动的，而且一涨起来，通常是一个行业一起涨。像是英伟达和博通这两只股票是同一行业的，它们的上涨趋势基本上是相同的。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呢，主要是利率、经济环境、通胀、行业周期等等，这也就形成了我们通常所说的牛熊周期。通常在牛市的时候，科技、通讯、可选消费品、金融和工业都有不错的表现，特别是科技行业涨得又快又猛。比如说，一年涨了800%多的英伟达，或者是3个月翻了3倍的超微电脑 SMCI。那熊市的时候，公共事业、医疗、能源板块这些表现就还不错，或者说跌的比较少。像2022年熊市的时候，油股就有非常不错的表现。这个视频呢，我和大家聊一聊美股的这11大板块，它们的特性、具有代表性的股票和最近哪些行业涨得比较好。那这里就要说到，我们观察这些行业有什么用呢？一个呢，当然是判断牛熊的一个周期指标。另外，当你看到一个行业涨得特别好的时候，就知道里面肯定会出好的股票。先看过去这一年，科技、通讯和金融涨幅都非常不错，都有超过30%以上的涨幅了。那公共事业、必需消费品和不动产呢，表现就不怎么样，这就是比较典型的牛市表现。先看去年表现非常好的科技行业，去年一整年呢，光是指数就上涨了39%，近10年的平均年回报率每年都有20%以上。图形上面也可以看到，这个行业吧，就是熊市猛跌，然后牛市猛涨。这里说到的11个行业板块呢，是标普500大的11个分类板块，那里面呢还有24个行业组合、69个行业和158个子行业。科技板块中主要包含的行业呢，有软件、半导体、科技硬件、IT 服务，还有通讯设备等。那里面主要的公司呢，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微软、苹果、英伟达，但凡出现一个，都是几十倍上涨的股票。这里我选择的 ETF 呢是道富环球发行的行业追踪 ETF， 一个呢是它比较全每个行业都有了，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它是发行 SPY 标普500的，追踪的准确性比较强一点。当然大家用其他的指数追踪也是可以的，像科技行业的话 QQQ 啊 VGT 都是不错的。我们再来看一下去年涨幅第2的通讯服务。ETF 代码 XLC 一年的指数涨幅是31.25%，因为这支 ETF 成立时间没有到10年，那它只有近5年的数据，平均每年的涨幅超过10%。从图形上也可以看到，这支是周期性比较强的行业，它跌起来的话是挺猛的，涨起来也还是不错。这个板块包含的行业呢，有媒体服务、娱乐、媒体多元化电讯服务和无线电电信等等。那里面的公司呢，也是大家都所熟悉的，像 Meta 脸书、谷歌，然后奈飞等等。这个板块目前表现比较好的股票呢，一个是谷歌，然后连续的上涨，现在新高；还有一个就是脸书。脸书的话，最近虽然在震荡调整，但是从熊市底部到现在的话，它也是翻了5倍了。其实这个行业的股票目前都还不错，你看奈飞虽然没有新高，但是它也是一个底部连续上涨的状态。还有 T-Mobile 是手机公司，短暂的回撤之后又是新高了。金融板块 ETF 的代码 XLF 近一年的涨幅呢有23%，10年的平均涨幅每年都有10.64%。那可以从图形上看到，这个板块在熊市的时候跟着市场一起往下跌，那熊市过去了之后呢，它又缓慢的上涨，但是大体上它涨幅不是特别大。这边这个红霸的话是它1:4的一个分股，没有什么特殊的现象。板块中涉及到的行业有金融服务、银行、资本市场、保险公司，还有消费金融。里面主要的公司呢，第一个就是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，是巴菲特老爷子持股的公司，还有一些金融服务公司，像摩根大通啊，还有银行类的美国银行、富国银行等等。那还有就是我们的信用卡公司 Visa、万事达等等。围观一下巴菲特老爷子的公司，从97年到现在一直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上涨曲线。
目前里面表现不错的一些公司呢，一个是摩根大通 JPM， 还有富国银行 WFC， 高盛 GS， 花旗银行 C， 其实银行类的目前表现都挺不错的。工业板块我选了 XLI 这支 ETF， 那它一年的增长率呢是 23%， 近10年也保持平均每年 10% 以上的增长率。看图形上也可以看到，它一直是一个持续的上涨状态。这个板块当中所包含的行业主要有航空航天国防，这个其实就是军工武器类的，机械像你们外面看到的一些机械设备啊，建筑设备啊，都是这个行业里面的，还有是地面交通电子设备等等，还有一些比如说是工业集团的设备或者是建筑产品。行业中比较大的一些公司呢，一个是卡特彼勒 CAT， 这个呢，我觉得它是挖掘机的吧，很多在公路上看到的机器都是这家公司的。那还有个公司呢是波音，但是最近非常拉垮，因为他们家飞行事故出了挺多的，不是门掉了，就是零件肢解了等等。在它安全隐患没有消除之前呢，估计这只股票都不会有什么比较好的表现了。还有一只比较好的是极翼，极翼的话，我们从月线上面可以看到，从2022年10月熊市底部到现在，它一直是一个上涨的状态，它涨了300%多。从周线上面也可以看到，它一直是一个不断向上，基本上没有什么回撤的一个上涨状态。不过目前它倒是处在一个调整区间当中。可选消费品 ETF 的代码呢是 XLY， 它近一年的上涨是19.61%，那10年的话，平均每年的增长超过11%。图形上可以看到，它基本上也是一个平时努力上涨，熊市跌一下的状态。这个板块主要分布的行业呢，就是零售业啊、酒店、消费、餐饮。其实我们经常会看到这些公司，比如说是亚马逊、特斯拉、家得宝，还有麦当劳、星巴克、耐克公司。这个板块表现比较好的公司呢，一家是 CMG， 就是一家墨西哥的快餐店。从月线上可以看到，它一直是连续的在上涨，周线上面呢也是目前也是短期、中短期一个上涨趋势。还有一家公司呢是亚马逊，这个大家网购比较熟悉的，不管是从长线来说，还是从中短线来说，它都是还有一个上升的趋势。那比较拉垮的呢，一个就是特斯拉，目前裁员还是挺厉害的，然后我记得他把整个充电桩的部门给全部裁掉了，那目前的股价呢也是一个向下经常被做空的一个状态。不管是从周线上还是从日线上，一直是有个很强的压力位。原材料 XLB 近一年的上涨呢是17%多，近10年平均每年的上涨是9.19%。那图形上看也可以看到，它是一个周期性比较强的行业。板块中呢，主要就是化学品，那还有一些像金属啊、包装啊，或者说建筑材料里面的公司呢，其实我们并不怎么看到，但是如果我们看图形的话，它比较多的集中在金属方面，比如说是铜啊、铝、钢铁，这波段性比较强的，有一波上涨趋势，然后过了之后又是下跌，所以说是一个周期性比较强的行业。能源板块 XLE 近一年的上涨呢是13%，10年的平均上涨每年的话是4点几，但是呢近3年它的上涨是28%。它可以看到，在2022年熊市的时候，它是一个非常迅速的上涨，因为它里面主要的行业呢就是石油。那2022年的时候，石油涨得是非常好，当然它是有行业波动的关系，也有是因为战争啊等等原因，中东一些国家石油减产，使得这个行业在2022年涨得非常好。里面的主要持股呢，也就是石油公司，里面比较大的几家公司呢是 XCD 雪佛龙、XLB、MPC、EOG、XOM 这几家公司。医疗保健 XLV 可以在图形上看到，它一直是一个上涨的趋势，即便在熊市呢，它也没有很大的一个回撤。主要原因是像医疗保健、公共事业或者说是能源，它们是属于防守性的行业，在熊市的时候呢，资金也会进入这些行业。以整个行业而言呢，它不会有非常大的回撤，但是它的利润率也不是非常高。近一年的话，它的收益是6.82%，那10年平均收益还不错，也上了10%了。板块当中主要涉及的行业呢，有药品、医疗保健，还有生物技术等等。那
主要的公司呢有礼来、联合健康、强生、默克、爱彼。疫情期间疫苗的研发公司辉瑞也在这个其中。板块当中目前表现比较好的一个是 LLY 礼来，它的话一直是在一个上升的趋势。那我们如果看从18年到现在的话，它涨了接近于1000%了，翻了10倍。还有一只呢也不错的是 NVO， 最近也是上涨的趋势。从周线上来看的话，也是刚刚回调结束。默沙东 MRK 还有联合健康 UNH 也是这个板块当中比较大的2家公司。那目前比较拉垮的一个是辉瑞，疫情结束了，它的股价也就下来了。必需消费品 XLP 这是一只防御性行业，它不怎么跌，但是上涨的呢也比较缓慢。那去年一整年的话，它几乎没有怎么涨，是上升了0.36%。那10年期的平均值呢是每年是上涨8.34%。那这个板块当中多是我们家庭每天都是需要用的一些必需消费品，比如说是像饮料啊、食物、烟草、个人护理用品。看它这些主要的公司也可以看到，宝洁就是肥皂水啊等等的， Costco 好事多、沃尔玛、可口可乐、百事公司，那基本上就是巴菲特老爷爷喜欢的公司了。还有什么高露洁啊等等这些公司。最近这个板块走的还不错，里面比较好的几只股票呢，一个是宝洁 PG， 还有呢就是 Costco 好事多，这个股票最近还蛮强的。沃尔玛也还行，走的也挺好的比较走的一般的呢就是家得宝 HD， 目前走的不怎么样。公共事业 XLU 这个呢也是一个跌的不多涨的也不快的行业。那近1年的话基本上也没有怎么上涨，是0.1%的收益，10年的话平均每年的收益是7.96%。这个板块里面主要的公司呢包括是电力部门，然后水务、燃气等等。其实电力这一块的话，目前有些公司已经起来了。那里面主要几家大的公司呢，可以看到是能源公司啊、南方公司，然后是美国电力等等。这个板块中目前走的比较好的2家公司，一个是 VST， 还有一个呢是 CEG。最后一个是房地产，最近1年真的挺惨的，因为加息，不管是建筑公司需要贷款来造房子，还是说买家购买房子，都是受到利率的影响非常大。所以说它近1年的收益呢是负的0.73%。那这支 ETF 时间不长，近5年的平均收益每年是3.48%，代码是 XLRE。板块里面呢，就是各类的房产信托基金，有住宅的、商业的，还有酒店、医院等等的。这个呢，就是里面的主要的一些公司。地产类这个板块在价格上其实是没有什么优势的，它主要的优势呢是在它股息。大家可以看到 SPG 这个西蒙地产，它主要是做商业娱乐方面的。那它最近的一次股息分红呢是5.11%，所以说希望有一些分红收入的呢，会考虑这个板块。我目前使用的炒股软件呢是富途陌陌的，现在开户的话呢是用股票或者是转仓的奖励，它的软件和绘图工具非常好用。那它里面也有5.1%的货币市场基金可以购买。不在北美的朋友呢可以用富途牛牛，它也有非常多的开户奖励，可以购买美债、美股和5%以上利率的货币基金。描述栏有开户详情和电报群链接。那今天就先比较笼统的跟大家介绍了美股的这11大板块，其实每个要深挖的话都有非常多的细节。行业分析呢，在基本面的研究当中是比较重要的一环。那有时间的话，我以后再跟大家慢慢讲解。今天就先到这里了，有问题给我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